好，我们来讲到的是最近呢，很多人在出国，看到这个新闻，很多人开始问我，等一下搭飞机是搭哪一台啊？为什么波音又出事了？这一回呢是波音787。好，当时智利南美航空有一架飞机，它呢其实是从澳洲飞往纽西兰，结果途中呢突然技术性问题。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在机舱里面的画面，据说所有的乘客，很多人呢在那一刻无预警的快速下坠的时候，他没有绑安全带，所以整个人是飞起来，然后头撞天花板流血了，高达50个人受伤，13个人送医，有1个人呢甚至还重伤送急救。当时大家就想问，这787客机发生了什么事情？机师告诉大家，仪表板突然间的故障。机师没有办法掌控飞机，这听起来有多可怕？然后呢，当时在飞机机舱里面，你可想而知，就所有的人都尖叫。然后呢，这个乘客讲法是人到处飞来飞去，真的很可怕。他吓到不敢再搭飞机。好，这一些事情呢，大家就在问了，波音到底出什么事了？原因是因为先前不是才传出机舱门脱落，甚至还有人的手机掉到了地上吗？现在传出美国司法部要开始对波音展开刑事调查。好，甚至呢，这个苦主当时这个阿拉斯加的航空公司，他们现在也声明要全部的来配合，一而再而三的出包，现在呢已经让他们的股价跌了大概有26%，将近有30%了。虽然是创下了今年最大的跌幅，因为昨天出事之后又再跌了4.4%。但问题是，能够找到真相吗？这一些讯息，大家想知道的是飞机一旦出现了飞安危机，那个是人命啊，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呢，当大家听到说波音里面其实早有吹哨者的时候，想问的是，当时吹哨者所提出的那些疑问都被解决了吗？还是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了？因为现在听到的是，波音的吹哨者在作证前夕竟然离奇的轻生了。好，整体事件呢真的很奇怪，因为呢他沉尸在卡车上面，那警方透露的消息是自己造成的枪伤，可问题是刚刚好他就要出去作证，为什么会这么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想不开。好，原因是这一位员工基本上为波音工作了30几年了。他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来担任品质经理，做品管的。后来呢，2017年他退休，但是退休之后，他开始做法律诉讼，因为他讲了非常多的细节，包括说，看到有人呢是零件瑕疵，但依旧被装到了飞机上，甚至呢零件不够的时候，他说从这个淘汰的零件、被汰换的零件当中拿起来装在飞机上，他提出一个数字，我觉得很可怕，高达25%，就1/4的氧气面罩，紧急状况下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他说当时这些问题他都有提出，但是呢最后不了了之。好，后来呢确实啦，美国的联合航空总署他们有去查，发现了53个不合零件处，那当然就要求他们赶紧来做补救措施。但现在这个吹哨者轻生了，想不开了。网络上面大家有非常多的阴谋论，大家想问的是，美国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对待这个问题，还是说现在美国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他们的问题？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呢，除了天上飞的之外，地上走的，他们发现了中国的电动车很强势，因为在市场上面 CP 值很高，现在呢已经开始各个地方都有了。川普的讲法是，那就是拜登的问题了，因为呢在他任内没发生这件事情。拜登任内，现在中国大陆变成我们的老板，所以他直接讲了，如果他当选的话，那他就会直接加重关税，让他们直接来美国生产汽车，原因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工作。那拜登呢，现在2025年的预算已经编了40亿美元，要跟中方来竞争，要取代的是这个中方的基建，那希望呢能够提出更多的案子。可是问题来了，跟中方竞争，这真的是最原始的问题吗？还是这一切的问题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心里，在自己的脑里？要请教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因为波音又出包，现在呢说是仪表板故障，机师说连他都没办法操控。我觉得波音的病是生了很久了啊，那最近是一连串的都已经发生了。我觉得我个人推断了啊，我只能说推断。我觉得跟他们的最早的时候的领导层更迭有关系，也就是说，他们过去波音的领导层是由工程师组成的，那他们比较重视的就是飞机的品质、飞机的生产。
后来他们的董事会把这个整个 CEO 改组了以后，就变成以盈利为导向。那也就是说，他们找的都不是真正工程科班出身的，他们找的是属于气管的然后他们就是想办法让波音能赚到钱，这是董事会最大的要求，然后也是股东他们要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当他们的改组之后，以盈利为导向，事实上当时很多人就是说，这样子波音是有问题的，因为波音这种飞机，尤其是这种大客机，它高度的精密，而且零料件这么多，它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错，每一个环节都要弄得很好。那你这样的方向是对吗？但是你看，经过几年了以后，果然开始出问题了。这位经理他本身是787的一个质量品管的经理，能够做787，就代表第一个他资深，第二个他可靠，第三个他的专业性强。所以梦想科技就由他来负责质量的品管，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这样的一个人，他看到的情况。而且他一直有跟公司反映说，这样的一种管理方式是有问题的。你的这种高压，你的这种讲究成本，你的这种要盈利，然后呢，你已经造成底下的员工的不满，而这些员工不满的过程中，他们把他们的怒气，那么把它发在他们在装配的过程中的这种捣乱，也就是说，不合规格的零组件一样把你装上去，那这个很明显的已经出问题了。但是他已经一直强调，然后公司高层都不理会。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这种客机，你一旦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你想想看，如果说按照他们的美国的飞航他们的单位所检测出来的，一架飞机有50几处是不合规定的，它飞到一个程度以后，当然就会出问题了嘛。所以后来波音737也好，各方面的飞机一个一个出问题，吊门窗、吊门的吊门，起落架有问题了，甚至前段时间那一个轮胎飞一半的时候掉下来，还把人家车子扎了等等的，这些一连串的机温都开始发生了。好，那现在要怎么解决？要不要全面的重新所有的波音要不要全部都去检查？包括它的螺丝帽，前段时间还被检查出螺丝帽都有很大的问题，而且还被旅客看到，是旅客拍下来说：“这个螺丝帽是不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那这一位员工资深的员工爱护自己的信誉，所以他对于公司侮辱他、诽谤他，他不满，所以他要提出控诉。那是第一审调查庭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第二审。一个主动要维护民意，然后跟公司打官司的人，在第二次的一个约询中竟然会自杀，你相信吗？想不开。就是我是要维护我的民意，然后我已经那么接受第一次的问讯了，没有问题。然后现在他们安排第二次的问讯，那第二次我也去了，然后准备要上去了，结果找不到人，然后在酒店的地下停车场发现他自杀在那里。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很难相信这是自杀，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他会抖出更多的东西，然后波音或者是谁或者是哪一个单位我们都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应该要调查清楚，因为他看起来没有自杀的理由嘛。来，我们其实呢绝对不鼓励遇到问题的时候用任何伤害自己的行为。但是呢，在这一件事件当中，请教一下郑捷将军呢，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基本上呢现在是怀疑，甚至有一些阴谋论存在。那您怎么样来看？因为波音这一年来，真的就这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会让很多人想说，他这家公司到底出了什么事？其实我觉得不止波音公司这家公司出事，我这边要特别讲，提醒大家注意到，去年的时候美国火车脱轨以后，大家才突然发现说，美国每天平均有3辆火车在脱轨，每天因为火车脱轨死亡的人数有2.2人。你看，说整个是美国来讲的话，它等于整个系统性出了问题。波音这家公司来讲的话，之前我们看到大概都是一些机械上面的问题，包括它螺丝没有锁紧或者是说这个轮胎脱落可能是在维修的过程之中有些东西没做好。但这次来讲，由机师的反应来讲，我们初步来看的话，好像是它的操控系统，也就是它的软体系统出了问题，所以它才飞机跟这个飞行员两个彼此在互相对抗，我要向左飞，你要向右飞，我要压头，你要抬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包括它整个电脑系统、作业系统都有了问题。
那为什么波音会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呢？还有火车也出这么问题。另外，在这个航运界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造船业，我们上次有讨论过，说它的造船的产能已经是落后于中国243倍这么多。那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就是它整个制造业已经在走向非常明显的一个衰落。我们都知道，美国来讲的话，它很多年轻人很多。这个他不愿意去从事很辛苦的，我们台语讲黑手的工作，就是所谓制造业的工作，他都希望往企业的高端，包括软体，包括科技，包括这个金融服务方面来这方面求发展，因为这边这种方式又轻松，对不对？赚的钱又多，那谁愿意去做你这些基层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国防部他们自己的报告里面也提出来说，他现在来讲要找工人很难，因为要找到熟练的而有技巧的工人，你大概都已经很多断层了。所以我们看到亚利桑那这个我们台积电到亚利桑那造厂也是面临这个问题。前一阵大家都应该知道说，美国来讲，他们工会跟这个台积电抗议说，你为什么不用我们美国的工人？那台积电把台湾的这种工人引过去那边造厂，那为什么不用呢？因为你们工人不行嘛。我们的焊接有一些工程技术造厂，那高科技的厂房盖也是必须要高科技专业的技术来盖，你就不会嘛？我怎么叫你来？叫你来，我要从东边美国东边把你请到西边来，然后还盖房子给你住，还有你老婆家里都要照顾好，把你老婆找好工作，我怎么去做这个？我台积电公司怎么去做这种负担？所以很明显，因为这些找不到基层的员工，所以整个美国的制造业就走向这个衰落的这种程度。另外，我特别要提一个就是美国来讲，在我们军事方面来讲的话，大概去年年底才试飞的 B-21啊，为什么在今年年初才事隔2个月，它就开始进入量产？合理来讲，一架非新型的战斗机或者是军机来讲的话，通常我们都要试飞个3-4年以上，10年都不算长，才会进入量产嘛。因为你进入量产以后，你所有成本资本都要投进去。那为什么你美国你赶2个月才首飞2个月之后你就开始量产？其实最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通膨的关系。因为它通膨来讲，如果我现在不赶快跟你下单，我用这个金钱跟你公司下单，你公司不赶快去进料件，可能2年3年以后，我这笔预算的金额因为通膨我就膨胀了，我就没办法再用这个金额去购买那么多架的 B-21轰炸机。我觉得从这些种种现象都看出来，美国在制造业的一个衰落的一个情形。波音的公司这个积温可能只是它的冰山一角而已。是，请教一下陈峰老师。是，波音公司在这10几年来，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这2架出事的飞机，一架是737 MAX， 一架是787。因为这2架飞机都有一个特点，重量减轻，然后航程加大，耗油减少，承载量增加，所以当时这个787还被号称叫做梦幻客机。梦幻客机，好，这个梦幻客机一出来以后，就连续3架出了问题。所以一出了问题之后呢，当时就下令要停飞做检查。这个时候，伯纳特他就讲出很有名的话，说我是他的工程师，我这一辈子我绝对不搭787，因为什么时候会出事不知道。果真呢，他所讲的事今天成真。Max 也是当时美国波音里面呢寄予厚望，而且卖的真的很好，因为试飞的时候。大家认为这是一架非常好的飞机，结果连续摔了几架之后那整个全球停飞做总检查，所以看得出来，波音是已经出了问题了。刚刚呢2位这个前辈都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只在简单的告诉各位一件事：波音之所以出问题，简单来讲2个最大的原因，除了2位所讲的之外，第一个呢，它就是把大量的这个为了降低成本，把大量的这个零组件是分包到全世界各国去，这个呢在空客讲起来就非常的少。第二个，空客就是用扎实的品质去争取生意，但是波音是用扎实的政治力去推销生意，我们就被推销了嘛。我们这边推销了，就787嘛。对，就是我用扎实的政治力要你们买，但是空客就少，所以空客需要，然后谢爷囝家己爱拍拼，甲活的落去也不是，还有哥哥的后边在挺着他，所以呢，烂货也可以卖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看呢，美国最近的这个表现呢，
应该用王毅在两会的记者会里面的这几个讲话，应该可以来做一个总结。第一个，美国是一个对自己没有自信的国家了，已经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到你简直匪夷所思了。第二个呢，是一个没有信用的国家，因为他所承诺呢，大概没做到的比做到的多，而且呢，还越来加深了对中国的一个压力啊。第三个呢，是一个不公平的国家，那跟我竞争，你的特斯拉可以到大陆来卖，你们的所有可以到中国大陆来组合资的汽车厂来卖所有的汽车给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新兴的这一个汽车呢，就不能卖给你。这什么道理嘛？公平何在？最后呢，是你是一个不讲公理的国家。为什么不讲公理？因为你老是用权力、用大就可以来逼迫别人，用我定的规则，你们通通都要接受，就是我大国、我强国就可以任性，你们呢就必须要憋屈，这公理何在啊？所以我想这几句话呢，把它的零碎一下。各位就可以解释，今天不管川普的讲法，不管拜登的说法，不管拜登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在反映的这中国大陆、中国的外长对美国的4个要求，是一个没有信任，是一个没有信用，对自己没有自信，不公平、不公理的国家。好，我们等等广告回来则要看一下美中之间，现在大家问他们两个人经济到底谁好，这个已经变成一个辩论题了。等等回来看。好，要带你来看到的是我们讲到美中之间，大家都在问到底谁的经济比较好。目前呢，这个中国的部分两会刚刚结束，现在传出习近平签了第21号的主席令，那也就是说呢，他们第一次来修国务院的组织法，40年来第一次修法。那里面最重要，大家抓出来的重点是国务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好，有人这样的讲法是说，是法律的位阶上降低了国务院的位阶，提振经济的重任会交给中央来。那目前呢，总理记者会两会的这个总理记者会，大家也都知道了嘛，就先取消了。港媒这边的讲法是说呢，其实不排除是由李强主动提出的。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国务院的定位就是中央的施工队，等于是呢，他就是施工的大队长了。那所以呢，基本上他现在呢，是不是比较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这个就是大家开始在讨论中国他们内部的一个组织，现在是不是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到底呢，现在的中国内部的状况怎么样？如果说由中央全面的来提振经济的话，目前的状态好不好？外资现在给了你一些讯息，好，包括了 Morgan Stanley 呢，现在讲全球资金呢正在回到中国市场。先前 A 股很多人哀鸿遍野啊，可是现在呢 ，Morgan Stanley 告诉你了，其实全球的资金就长线投资来讲，撤出中国股市这件事情已经按下了暂停键了。那等于说外资流向的转变，到底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大家要持续的来观察。可是他告诉你，现在可能是已经是止跌反弹了吗？那房市的部分也很多人在问中国内部的房市，因为呢，有钱人是不是现在呢跑到别的地方去买房子了？这个是南韩的法院他们在一个公布的资料说，2023年外国人在他们买房子超过了上万件，15000件，其中中国竟然占了将近73%，七成多。那大家就想问了，中国去韩国买的比美国来的多，当然地缘之外，更多的大家想问的是：第一，中国经济真的不好吗？第二，中国的房市目前状况是怎么样呢？至于对比了美国，很多人也在担心美国目前，当然啦，前阵子股市呢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投资人来说，他们就会有些畏惧，到底那个高点在哪里？好，现在呢，拜登他是签了4600亿美元的开支法案，那让他们政府不用再关门。可是呢，这些当然都还是在跟未来借钱啊，一再的往上
提。那国防预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底定下来，但是目前美国政府运作的这个状态到底是不是对的？整体民间的经济又如何？因为富爸爸作者市井说，现在他看到了一些数字，就他而言，他认为美国的债务期数恶化，国债债务期数恶化，这大家都知道的。可他的确告诉你喽，他担心的是不是美元呢？因为他提醒大家开始买黄金、白银、比特币，说这些比较安全。实际上呢，在民间你会发现，很多人说美国经济可能没有先前那么好。现在呢，一个数字提供给您，说多数的美国人是拿不出1000块美元的紧急备用金的。那1000块美元相当于台币是3万多哎。如果连3万多的紧急备用金都会拿不出来的话，大家想问的是，现在他们实际的经济状况，我们讲的是一般小老百姓的经济状况，又该是如何？回过头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现在习近平呢，他签了第21号的主席令，大家开始在问了：现在的国务院总理还有以前的那个高度吗？还是他现在就是一个执行者？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要用双重标准来看待事情会比较好啊。如果说单一标准的话，很多事情就能够解开了啊。例如说我们台湾是蔡英文说了算，还是那个行政院院长陈建仁说了算？当然是蔡英文说了算嘛。那韩国呢，是尹锡悦说了算，还是他的总理说了算？还是个别各自的马车，他的总理可以不用理尹锡悦，可是他明明是尹锡悦任命的啊。或者是说，你说法国是马克龙说了算，还是他的总理说了算？当然就是马克龙说了算嘛。那也就是一元领导。那我就觉得说，很多的人都用双重标准来看待。当他看到法国的时候，或者看到台湾，就说啊，对啊，就本来就蔡英文说了算嘛。那行政院陈建仁本来就要听蔡英文的，那怎么碰到中国大陆的时候的国务院的总理，那就可以不用听这个习近平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更何况啊，这个国务院他们是所有的都是以党来领政，以党来领军，这是法律写得很明白。那一旦是如此的话，你国务院也是以党领国务院，那这也没有问题啊。那怎么会说国务院的位阶就被下降呢？更何况他们的决策组里面还有一个政治局委员，政治局的常委是由7位来组成的。那当然领导的总书记就是习近平，可是不要忘了，第2号人物就是国务院总理啊，第3号的就是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还有第4号就是政协主席等等这样组成的。所以我觉得一旦碰到大陆的时候呢，那你看那个不同的媒体，不同颜色的媒体就会采取不同的标准。其实一个标准问题就容易化解，这问题都不大啊。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我们一直说大陆的股市是被低估了，而且是被有意的炒作。这我们在节目中谈了很多次，就是说它是被恶意的打压，而且是很明显的是欧美他们在故意这样炒作。但是这个打压打不下去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经济成长出来的时候还是5.2%，而且还高于欧美的所有的国家。美国的经济成长不到2%，股市涨翻天，而一个5.2%的经济成长，股市却一直萎靡不振，这个就有鬼了嘛。那他们你看这段时间，他们的证监会在整顿这些炒空头的这些人了以后，抓的抓，关的关，然后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以后，一下子你看股市就回来了。而且本来在预估的时候就是说中国大陆股市要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些公司在赚钱，怎么可能说我一个本益比低，然后有赚钱的企业，然后却一直股票上不来？所以等到你美国热了，然后多的钱热钱开始往转移了，日本的股市烧到一个点了，你看昨天重挫了，开始在转移了。印度的股市到这也在转移，都在转移的过程中，会往哪边转？往当初没有涨的地方涨，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比较能够去估计的。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房地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习近平的意志跟决心。他原本他就是坚决的反对这个炒房地产，透过房地产的方法来带动经济。过去历届的几位大陆的领导人，他们都用房地产的方式来带动经济，经济不好就炒房地产。可是习近平就是坚持，就房地产，房子是用来住的，绝对不是用来炒的。所以你看他们的经济股市低迷的时候，房地产就是不动。那这一次你看慢慢再回来了，房地产还是稳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按照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来讲，大陆的经济反而会比较健康哦，在未来来讲走的会比较远，而不会再用房地产的方法炒短线，到最后好像饮鸩止渴一样，弄得他们的经济病一堆。是，来请教一下将军。我们讲美国好了。在美国其实虽然说是拜登他在竞选里面，他的国会咨询的文章里面，他说他们经济有长足的进步，是，可是这只是代表一个数字而已。那你要看到真正他们美国基层老百姓的生活，我这边有几个数据给大家讲，因为他这个利息升高升息的结果，变成美国卡债的人多很多，他欠了卡债他还不了，然后就一直不停的现在这边循环。他美国现在光卡债来讲的话，已经破兆元了，而且这个很快，然后欠钱就是我还不了的人，已经到7.2%那么高的比例来讲，因为光一个卡债就还不了。那如果说包括他家庭的债务，家庭债务就包括你的房贷或车贷这些整个债务加起来的话，美国总共破了18兆。那你想想看，如果再加上这么高的利息来讲的话，美国老百姓哪受得了？他根本就没办法生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是一种什么样？你去看他基层的，当有钱人，他们那种资本主义就是有钱人越有钱，可是基层人会过得越苦。怎么讲呢？我有一个数据就是美国光我们讲食衣住行嘛，民生4大需求，包括娱乐来讲的话，有6大需求。他光吃饭的钱，他们统计过，光吃饭钱要用掉11%，就是你收入的钱里面有11%要用在吃饭，就表示比例很重要，你不能不吃啊。那美国的有一家企业叫家乐福他这个董事长他也看到说你们吃不起牛排了，那这样好了，他说晚餐我们改吃我们家乐福的麦片，这是美国家乐福企业的董事长他讲的话，被人家骂翻了，对不对？那你想想看，11的钱用在吃之外，那还有其他要住的钱呢？所以美国现在很多人他住不起房子，也租不起房子，不是买不起，而是租不起，他又全家带到外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游民满街都是，因为他住不起嘛。那你更不要讲说什么娱乐这些这个开销经费，所以很明显看出来，美国它是陷入一种就是那种有钱人他可能数据很好看，可是基层的老百姓他可能越生活越贫困。那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大陆好了，中国大陆来讲，前一阵子确实是因为房地产还有说外资出走这2个问题，造成它有通缩的现象。但你知道这个月来讲的话 ，CPI 指数它本来是负的，这个月已经翻正了。当然我们要继续再观察了，有可能这个月 CPI 指数翻正，也就是它从通缩变成有一点小通膨。那这种原因是不是因为这个刚好是2月份碰到过年新春假期，然后这个中国人嘛比较愿意花钱的关系，还是有真的是说有振兴经济，我们是可以有待观察。可是我们看到一个数据是李强讲的，他明年在 GT 方面来讲，他还是要保五。所以1%代表说他有200万个工作机会，保5来讲的话，他就很明显他会创造1000个工作机会。我想慢慢来讲的话，在这个有计划之下、有规划之下，应该可以看到中国上面来讲经济很快的一个复苏。是，请教世峰老师。这样子我是用简单的那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做比较，就可以来知道第一个来比较就是说中国大陆经济好不好，相对于它的过去，它真的速度变慢了，但是相对于它跟旁边的人比，它是最好你这样说它最差，不是这我不懂这现在脑筋常常被这叫搞乱了对吧？第一个，第二个，就美国跟中国的 GDP 的组成，我们来看看美国的 GDP 组成里面，第一个服务业占了很高的比例，第二个呢，金融业占了很高的比例，第三个，高尖端的产业占的比例，这是它 GDP 很重要的3个。而中国大陆的 GDP 最重要是来自哪里？是制造业。那你觉得哪一个永续，哪一个体质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比一比，不就很容易就能够出现了吗？怎么还大家扯了大半天呢？美国的优势是这些，但这些能撑多久？中国的优势是制造业。制造业的永续性是不是比这个会强一点？这是大家可以马上去做比较的一个宏观比较，一般你大概就可以了解了。那第3个呢，我们更可以来看看，一个债权国，一个债务国，一个是负债34兆美金的，一个是拥有几兆美金的这个债权国，然后你告诉我说债务国很好，债权国。
大家午安，我是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叶英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讯息哈，如果你没有看新闻，可能政府也没告诉你啦。什么信息？这个是日本的防卫省告诉我们的，说对岸的运九啊，竟然连2天在特定区域飞哪里？你知道吗？竟然是在我们台湾的东边呢。这个位置呢，就在我们台湾的东边。当然啦，为什么日本会公布？是因为它有穿过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进到了太平洋，那经过他们那边，最后在我们这边绕啊绕。可是我们的政府没有说，但日本有公告啊。如果你没看新闻啊，你还真的不知道。好，现在不知道的还有什么？还有包括了对岸的铁壳船进到我们苗栗外海，海巡署现在说啦，确实我们没有派巡防艇去应对啦。那我们就想问。那个时候，国防部长邱国正讲说，那个12海里的时候，现在呢，这个好像已经进到超过12海里之内啦。如果真的实体的逾越就会反制啊，这个嘞，我们的作为在哪里？好，现在呢，大家在问三军统帅，你的说法在哪里？你的作为在哪里？但是到目前为止，您真的有看到蔡英文总统对此说话了吗？看看今天立法院的答询。蔡明彦局长说，两岸局势没有升高，那你就要让人民放心啊！你对外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你们开了什么会议。但外界都在讲说，蔡总统对于两岸的局势好像当神隐少女一样，都没有讲半句话。没有当神隐少女，实际上国安的问题。好，他说没有当神隐少女，但是问题是我们就连总统会发脸书，但总统的脸书好像也都没有提到这一块。现在大家想问的是，到底目前军方告诉我们他们料敌从宽，可是如果进到12海里一定打下来，那所谓的战备规定细节是什么？曾经也在军方里面担任高官于北辰议员告诉我们了，说呢，现在他去查国军战备规定，查不到啊，因为是这个不能讲。可是他说了，每一个官兵，每一个飞行员在外岛第一线的阿兵哥大概都怎样，但就是不能说的秘密。但大家也想问啊，不能说的秘密 OK 是这样，可是当国防部这个头子我们的邱国正部长说实体逾越就会反制的时候，大家再去问国安局，他的讲法是没有啦，他是说料敌从宽嘛，所以那个叫做最坏的状况啊。然后呢，到昨天这个我们的副部长直接讲了，说确实啊，他们带弹一直往这边走，就视同威胁，就会开枪示警。所以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底线到底是什么？对岸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军方这一些的说话之后，他实际的来去测你的底线？他来的可能是无人机，可能是其他的方式。那我们反制的目标又是什么？现在你会说啦，我们其实呢，在我们的整个国防体系里面，我们做好万全准备了，包括我们有所谓的抗中飞弹。结果现在呢，却被爆料了，说2400亿所打造的抗中飞弹里面的固态燃料用的是对岸军工业制造的原料。那我们就想问，如果有一天你被人家断料了，你怎么办？你怎么两岸之间，你们不是说绝对不能用到大陆的东西吗？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们有思考过这一些问题吗？到目前为止啦，大家都在问了整个太平洋的战略。美国的讲法是，他跟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合作，也希望能够稳住这个海域。现在呢，看到他们的飞弹驱逐舰第一次的借用日本的舷港了，结果在这一边码头工直接罢工，因为他们说了，这个吨数这么大，根本进来会有安全问题，所以他们直接罢工，然后拉布条抗议。美日虽然是有这些民间的纷扰，可是问题是呢，他们说要第一次联合的来演练夺岛，问题就在于担心台湾发生突发事态，好像大家都在为台湾做准备。现在连美国的年度预算都特别把台湾给列出来，展现的是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所以台湾真的很危险吗？打一个问号，因为 CNN 也这样讲，但是呢，我们的国安局长不这么认为。然后呢，国防部长说他睡不着，可是陆委会主委说其实一切都很好。请教一下盛峰委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特别是有的时候又再一次的，我要透过日本防卫省，我才有办法知道目前台湾周边的状况。是，有一个消息可能我认为它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的火箭，我们的飞弹用了大陆的固态燃料啊，因为这个东西应该是属于管制产品，这个管制产品大陆会出口来给台湾用吗？这个我认为这个消息啊，反正增加的
听了就算了。导致呢，我们从大的格局来看呢，大概我们政府现在处理两岸的关系，大概是这样子：第一个摆烂，摆烂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金门事件发生到今天，你可以看得到明天解决的方案吗？然后就把它摆在那里了，好像没这一回事。然后呢，台湾人来讲，头够身就够啊，我们这头都还没够啊，我们就以为身就够。问题是，台湾你要摆烂，大陆会让你摆烂吗？他能摆烂吗？我们用摆烂要来对待人家的作为，我看我们大概会很惨啊。第二个叫无招，不是无招罪啊，是无招。什么叫做无招？举个例子，我已经进到6海里了，那你怎么样？是吧？我就金军人相中啊，怎么样？然后呢，整个的金厦海域。所谓我们当年画的禁制区，大家互相有默契的禁制区，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啊，又能怎么样？也不能怎么样啊，是吧？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无招，摆烂无招。可是呢，面对立委的监督，面对舆论的监督，他又要怎么？要忽悠，你不觉得吗？啊，什么我们会有第一集，怎么越过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子，公开最高传播能怎么样？到现在为止，所有人问一个问题嘛，就到底我们的 bottom line 是什么？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我们的红线在哪里？照那个什么这个将军里面的谁弟谁长我不知道，这个很恐怖啊，这是将军汤啊，对吧？鬼扯淡！说的这个呢，是每一个士兵。每一个飞行员及每一个外岛的一线阿兵都很清楚，是国安部不清楚，长官不清楚。老师，他又要讲笑话给大家听。当然都不清楚，但是呢，阿兵哥呢，这很恐怖哎。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啊，用我自己的清楚来处理两岸之间可能引发的战争呢。这种话讲不出来。我真担心这黄埔怎么会训练出这种人？这是对黄埔是侮辱哎！老师对不起这个真的对黄埔军人是羞辱哎！对不起，没有把学弟教好啊，真的是羞辱！不，你现在看，这是一句，你看，长官不清楚，司令官不清楚，部长不清楚的标准，然后每一个士兵很清楚，真的是对不起，每一个飞行员很清楚。我的天哪，我真佩服你啊，哥哥！你那一张嘴，拜托了，请你收一收好不好？不要再讲笑话，讲到让丽江这样还讲说对不起，说我们的学长没带好学弟，这个根本应该不是你们这个家族的了，这不知道在哪里冒出来的。不，我在我的看法，真的是如此的水准。对。最后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石岩岛的人为什么紧张？因为石岩岛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观光胜地。日本人的度假，台湾的出国最近的一个距离就是石岩岛。现在显然是要把石岩岛变成了一个军事基地啊！当地的人讲，我本来过得很快乐，现在从今天起我过得很紧张，因为没有军事的话，他们是活在一个很安详的一个天堂乐园里啊。现在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会挨第一枪不知道，因为日本人讲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这一句话不晓得是谁讲出来的怪事。台湾有事跟你日本有什么关系啊？日本硬要把自己变成有事，那就别忘了中日之间、大和民族跟中华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呢，你就会被挑起来了。本来这个历史大家说这个呢可述不可忘啊。现在的不可视也不准备忘了，为什么？因为你公然的摆出你要介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里面上来，那这个呢，到底对日本是好是坏？日本继续去当美国的看门狗，付出的代价会很高昂。最后我要讲，美国的所谓的$5亿的今年，是要给现金，或是要给精品，或是军工产业剩下的后边的产品。然后抵充给你呢，那有没有代价？要付什么代价？拜托，拿人钱财啊，要以人消灾。也请政府告诉我们，
这5亿我们拿到的是什么？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好，就是有些话啦，必须要讲清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外媒的一些报道，就请教一下将军了。所以呢，我们想问的是，到底现在，真的吗？真的是国军战备规定，网络查不到，但每一个阿兵哥都很清楚吗？那又是什么呢？我们土房哥又来讲笑话给大家开心了。我特别要讲，你身为一个军人，你不懂数学，不懂历史，我们可以了解。但是如果你身为军人，你不晓得什么叫战备规定，那我们就必须要这个讥笑你了哈。为什么呢？战备规定为什么网络上面查不到？你知不知道？因为它是军事机密嘛，我们不会把军事机密放在网络上面给人家查嘛。战备规定是每一个部队依据它的任务、它的驻地、它的执行的状况不同，所以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战备任务。那比如说你是542旅，是打击旅，战备状况4跟5的时候，你要保持多少的营区应变部队，对不对？那是经常战备时期。状况3的时候，你要在哪里把动员必须要的兵员给他补到齐，满足你战力的100%。然后状况2的时候，当敌人开始渡海攻击的时候，你要到什么位置去集结待命，准备实施反击。状况1生效的时候，你要从哪个地方打下去？你俞北辰，你是542旅旅长，你不懂吗？那这次邱国正讲的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他讲ROE 要纳入战备规定里面，也就是说这一套以前我们来讲都是这套规定。那第1级一定要上，避免两岸擦枪走火，引发不必要争端，所以要把接战规定纳入在战备规定里面。就是说谁开第一枪，原来的规定讲得很清楚，就是一定要上级赋予你这个，你要跟上级通报，上级同意以后，甚至于这个上级到哪一个层级，可能是总统或干嘛，因为知识体大，所以一定要上级同意以后，你才可以有权开第一枪，才可以实施反击。那这个反击的定义，当然国际上面有很多种说法了，包括这个上次美国击落气球事件，也算不算是第1级反击？或者是以前在冷战时期，美国的这个侦察机U-2侦察机进入苏联上空被击落，那算不算自卫反击？其实这有很多的争议。但现在重点就是说，他要把这个第1级，也就是接战程序跟战备规定，就是接战的规定跟交战的规定，纳入在战备规定里面，也就是赋予下级，当你接触到什么状况，在经常战备的时候碰到什么状况的时候，我赋予你有权实施第1级。比如说我是一个飞行员，我在空中飞行的时候，突然我发现敌机来，我的座机被敌人用飞弹雷达锁住了。这时候我为了我的自卫，对不对？我就可以立即实施反击。这叫做在战备不是战备规定，这个是把这个接战规定，这就是接战规定哈。或敌人到什么地方，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处置啊？比如讲明白一点，讲凸显一点啊。比如说，到第1线，我们就要把雷达打开啊，接近到24海里，我们就要把保险打开，准备要射击。对，当进入到12海里的时候，你就。但现在防长讲的跟国安局长讲的跟副部长讲的好像又不太一样。不是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讲哦。国防部长讲这个话，我觉得你要注意到他最后讲那句话，说所有责任我来扛。他就把这个接战的门槛降低了嘛，赋予第1级有这个反击的责任，他可以实施第1级。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双方来讲有可能擦枪走火的门槛就会降低，所以上面就很紧张，马上说：“哎，邱国正你是自走炮。”那你要知道邱国正最后讲那句话，他说责任我来扛哦。他有说这句话，我觉得这个是有 gas 有肩膀的长官，但是这也代表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你蔡政府跟赖政府，你们2个敢不敢面对台独，对不对？好，你敢不敢把这责任让第1线赋予第1线？那你赖清德，你当3军统帅以后，你敢不敢跟邱国正这样讲这种话？如果说一旦敌人的飞弹锁定，你就开枪反击，你敢不敢讲这种话？把这个接战门槛降低，把这双方的擦枪走火的门槛降低，然后勇敢的往台独前进。我支持你。如果说你敢讲的话，跟邱国正一样讲这种话，我才支持你。所以我特别要讲一下美国年度预算哈，大家不要开心，不要高兴。你知道，在这个艾斯培这个拜登这个川普当总统的时候，他的国防部长艾斯培跟川普讲说，我们要军援乌克兰。川普不愿意，他为什么要把钱给乌克兰？那个你知道艾斯培跟他怎么讲？他没关系，这个钱到乌克兰以后，过2天以后，他就回到我们军工产业来了。然后这次奥斯汀也跟拜登讲同样的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前2天的新闻里面，奥斯汀自己说溜了嘴，说军援乌克兰的钱80%又会回流到美国的军工产业。所以我们大家不要看到这个觉得很高兴很开心，因为这个钱事实上是美国这个好像表面上面给你这些经费，给你这些国防预算支持你支援你，但事实上这最后这个钱，它是为了促进自己的军工产业
能够有这个循环，有经济能够发达，所以他把这个钱到最后你还是会回流到他的美国的军工业，因为你到最后还是去买美国的这种兵器或者武器或飞弹。所以大家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在那边嗨，在那边开心，在那边高兴，看到美国给我们钱就兴奋得不得了，我觉得大可不必。而且重点是他如果花5亿的话，那我们要花多少呢？没有人告诉我们嘞，那细节嘞，我们就想问，来请教赖老师。5亿就能够吓阻中国大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太小看中国大陆的量体了啊！台湾的整个国家的总预算都不到大陆解放军的一个预算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吹牛不要吹太大啊，就是尤其是美国擅长吹牛，但是常常效果并不好啊，因为没有人能够想象5亿就能够吓阻中国大陆，这个真的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民众，我们很明显的在台湾的岛内啊，我们没有感受到台湾的民众有那种焦虑、恐慌或是不安。当然有一些经济环境比较好的啊，他们会比较关心。他们也比较有本钱、有能力啊，去做更多的选择。那他们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他们也关注到移民的问题，这个都是客观存在。可是我们广大的一般的民众啊，由于我们的经济环境状况都不是那么的好，条件不是那么好，大家也很无奈。但是也就是反正就是在台湾你也跑不掉嘛。但问题就在大家还不焦虑，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资讯并不透明，资讯不充分、不完整。那都是要靠外媒啊，靠日媒说导弹已经飞越台湾上空了，我们才知道啊，飞过去了。然后看到解放军拍的几张照片放出来了啊，台湾的山脉看到了，所以飞多近了，然后就要去问相关的人说飞多近了。他说哦，那可能在这个12海里之内了哦，因为不然的话没办法看到那一些。然后他们是根据他们的飞行员的经验来看，然后呢，结果我们看到临海基线准备要画了，大陆准备宣布要画第3次的临海基线。有一次画的时候，是因为钓鱼岛日本收归国有，中国大陆就把临海基线画了。那在这次南海的冲突中，大陆又把临海基线又画了。那现在的临海基线会不会画到台湾以外，把台湾海峡变成内水？这都有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临海基线一画以后，你就必须要有能力去保护你临海基线内不被侵犯。那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不管是海军、空军，事实上在台湾的四周也已经建立起一个常态性的一个巡逻跟存在，那也就是建立起一个足够的军力了。这个都是外媒告诉我们的，而我们的国防部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那解放军在台湾的四周举行的各种各样的军演，那各种各样的军演，我们是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军演的目的。可是我们只看到美国越来越焦虑。美国越来越担忧，美国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不要打，台海和平很重要，一直在讲。那为什么是美国那么焦虑？为什么日本那么焦虑？为什么美国的军舰跑到石垣岛，引起石垣岛这些他们的严重的抗议？你军舰到了闽港，它变成是军用港了，那就是如果一旦交战，那就是解放军完全可以攻击的一个对象。当地的居民当然反对嘛。所以我觉得。情况事实上，在我们的外面的情况，是不是都因为民进党的搞台独已经产生变化了？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却都一无所知，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好，对于百姓来说大家最想知道是政府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当人民有疑惑的时候，政府能不能确切的给我们精准的解答？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看更多国际讯息。